大家好，我是老 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给大家上手的是一把达尔优的 A81三模版，同时我手里面也有之前出过视频的 A81单模版，正好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在外观方面这次的 A81三模版对比前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前面的装饰板变成了可拆卸的形式，还有一点就是左侧的灯光调节开关变成了现在的模式连接，其他方面倒没有太大的变化，背面依旧是延续了单模版的设计风格，通过亮面和磨砂两种材质也显示了达尔优的 logo 和配列信息。这个设计我从单模版推出的时候起就特别喜欢了，不会显得特别张扬，特别有质感。布局是一个75配列的小变种，右侧的功能区按键左移了 0.25U， 和主键区合并在一起了。对比常规的75配列键盘，可以看到是要稍微短一点点的。在使用的时候，这一点差别并不能带来太明显的使用体验改变，基本上就可以无视了。这次三模版最大的一个区别还是在内部的结构上，对比单模版的无钢 Gasket 结构这次可以说又回归了主流的怀抱了其实这里我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单模版的无钢 Gasket 结构没有被沿用下来，为了做这个无钢结构确实牺牲了太多了，不可热杀伐，而且在手感上虽然是做出了差异化，但也不是主流大众可以接受的所以回归普通的 Gasket 结构也算是有一定的道理。轴体方面，这次使用的紫金轴 Pro 是一款类插轴类插轴在目前的成品键盘中可以说是比较少见了。作为一款段落轴，它在顺滑度的处理上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包括边角按压的稳定性和手感做的都还 OK。但是这个弹片音就有点爆炸了，正常的使用距离稍微凑近一点就可以听到。开开之后可以看到内部的润滑做的比较保守。导轨处的润滑痕迹不太明显，主要集中在小部分。顺带一提这个套件的声音还是比较好听的，有点像达尔优 A98 Pro 的声音。这里换成线性轴给大家听一下。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拆解环节了。顶部这块装饰板是可以单独拆卸更换的，从内部顶开卡扣之后就可以取下来。键盘上下盖之间也是用了一圈卡扣固定因为外壳材质比较软，拆解的时候就比较费劲了，需要尽量选择面积大一点的撬棍比较好入手。我开始撬了半天没撬开以为是电位板上的螺丝和底壳连接，取下来之后发现纯粹是我想太多了，还是得靠大力出奇迹。分离上下盖之后，可以看到 PC 和电位板之间有硅胶的填充，底部有一张3毫米左右的波龙和硅胶双填充，2块电池，每边是2000毫安时，加起来一共就是4000毫安时。电池背面的 3M 贴纸是没有粘的如果想粘的话，也可以自己撕下来粘一下。键盘的芯片方面，采用了凯华的轴座，主控方案用的是华奋达提供的2201KBA， 整合了博通的 KB225的 2.4G 模组。左侧这一块就是 CYW20730 蓝牙模块这一套方案在达尔优的 A84 和可创的 K1 上都有见过了，又是一套非常成熟无线方案了，颜值各方面都是做的比较优秀的。整体的内部结构对比单模版的 A81多了一块定位板，周围的板环结构依旧是延续了下来，底部加了一张波龙填充，这样的话整把键盘出来的声音就更加的扎实。到这里可以说是把整个键盘都为大家做了拆解演示了。总结一下这款键盘，对比 A81的单模版，回归了主流的 Gasket 怀抱，也不能说是 A81单模版是一款失败的产品吧。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对新结构的一次探索，只不过结局没有那么美好而已。在单模版之后，它也快速调整了方向，对 A81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于是就有这么一把三模版 A81摆在我的面前虽然少了几分新鲜感，但换来的更多是体验和手感上的提升。从489的定价来看这把键盘的外观设计和内胆声音表现我都是比较满意的唯一遗憾的就是轴体的弹簧音没有控制的特别好，这一点的话只能去等下一代的轴体升级，或者去选择天空轴 V3。这里也希望达哥可以再接再厉在目前的量产键盘品牌中还能保持创新的厂商已经不多了。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